嗨，朋友们，今天要说的书是《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本书里面介绍了作者的一些读书方法和他个人的读书习惯。阅读应当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有一些书我们为了应付考试或者是获得知识不得不读，那读这一类书可能就不会那么愉快。作者要探讨的也不是这一类书，而是一些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流书籍的名著。这些被公认为一流杰作的书籍，其实应当每个人都读过，但事实上读过的人寥寥无几。这一类作品固然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喜好的变迁，让它变得不再像从前那样有趣味性。作者在这里说，他不会提及一些痴迷书本的书呆子的情况，因为他们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并自得其乐。但如果是对于完全读不下去的人来说，那不妨就把这本书直接放下，因为既然完全没有兴趣，可能这一本书就并不适合自己。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去读诗歌、小说，或者是一些被归类为纯文学的作品。人应当为了快乐而读书，而没有人能保证能够讨一个人欢心的书也能够讨另一个人的欢心。在作者看来，还是要按照个人的兴趣爱好习惯去阅读一些书。比如说作者他自己就很少看完一本书再看另一本，他说他平时会4到5本书一起阅读，因为人每天的心情可能不一样，就算心情是一样的，也不会时刻都想要阅读同一本书。我自己的话是喜欢看完一本再看另一本，因为我是感觉如果同时看好几本的话，这个情节我可能会串，而且有一些作者他的味道不太一样。在为红书撰写书单时，作者在附带的简短注释中写道，聪明的读者能够掌握跳读这一实用的技巧，那么他将会在阅读中获得最大的乐趣。聪明的读者不会把读小说当做一件任务，他只是将读小说这一件事作为消遣。这个点在对我自己来说，我不喜欢跳读，因为读小说对我来说虽然是消遣，但是我在消遣时的愉悦感大部分来自小说中一些不太重要的描写，我不想错过这一些描写。如果是我看不下去的小说，我就直接放在一边，我就不看了。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小说，我还是喜欢一个字不落的看完啊。当然这都因人而异啊，而且要是想从小说中获得知识是很难的。如果能把苦药粉一样的知识掺进小说这种甜美的果酱里一同服下，自然是不坏。但真相是，如此服药固然可口，我们却很难确定服下的药粉是否依然能够生效。小说中能学到的知识大多都是浅显并且正确性存疑的，特别是涉及到历史人物关系这一类的小说。小说中的知识终究要受到作者偏见的影响，而且也并没有规定说小说家必须要对于某一件事情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就像他明明尝一口羊肉就可以知道整头羊的滋味，他就可以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去描写炖羊肉、烤羊肉这样的味道。所以在创作小说类作品的时候，作者的目的也并不是给读者提供指引，而是给他们带来愉悦。然后提到了一些比较出名的作品以及作家，但是怎么说，并不是书评，是更多的关于作者本人的个人性格、外貌、私生活这样的东西。比如说简·奥斯汀非常人性化，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跳舞调情，他喜欢漂亮的小伙子，他还对礼服呀、帽子、围巾这种东西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红与黑的作者斯汤达，他本人外在条件一般，但是胜在幽默，讲了一些关于他的付出没有回报的一些求爱的故事。斯汤达身上很奇怪的一件事，他虽然时刻留心不要让别人把他当成傻子一样欺骗耍弄，但是到头来每一次让他出大洋相的都是他自己。斯汤达唯一一段付出了有回报的恋情是和一名36岁的美貌的与丈夫分居的伯爵夫人，而斯汤达本人当时是一个年过40的矮胖男人，他靠着自己的机智与幽默追求到了伯爵夫人，他们后来就在女方的城堡里偷偷约会。有一次有一名不速之客到访，打断了他们的约会，很可能就是这个伯爵夫人的丈夫。伯爵夫人就将斯汤达藏到了地下室里，斯汤达在这个地下室里被困了整整3天。伯爵夫人会为他准备好食物，一次次通过梯子爬到地下室去，甚至是在斯汤达内急的时候，他会取来便桶，然后再拿去倒掉。斯汤达后来写道，在夜间来到地下室时，他是多么崇高啊！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分开了。他写到巴尔扎克，作者盛赞巴尔扎克是天才，伟大的小说家以其作品为人类精神的宝库增添财富，而个人认为这其中最伟大的一位正是巴尔扎克。他是唯一一个我会不假思索便冠以天才之名的作家。天才和才华根本是两回事，许多人都拥有才华，这没什么稀奇，而天才却难得一见。
才华来自熟练与灵巧，可以后天培养，而天才与生俱来，并且往往奇怪的与严重的缺陷相伴。巴尔扎克自从30岁开始不知疲倦的笔耕不辍，直到他21年后去世为止。巴尔扎克虽然是一个天才，但是作者也不另写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败家子。他欠了一堆债，而且结了婚之后又从恳求变得蛮横而霸道。作者在谈巴尔扎克的时候说，浪漫主义的核心是对现实的憎恶，以及对逃避现实的那种激情洋溢的渴望。这一点在谈福楼拜的时候也谈到过。福楼拜痛恨现实世界，厌恶资产阶级的愚蠢与腐朽，但是他同样也被这一切深深的吸引。对他来说，人类的愚蠢有一种令人厌恶的魅力，而全面剖析他的丑恶之处会为他带来一种病态的快感。福楼拜的疾病一直笼罩在一片谜团中，有一些医生断言他得的是癫痫，但是有一名叫雷内·杜梅尼勒的医生，他写了一本关于福楼拜的著作，他说福楼拜得的是疫病性癫痫。福楼拜早年的悲观思想很可能就是由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奇怪的疾病可能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影响他的神经系统。最后一部分，作者讲了一些他关于哲学的思考，还讲了一个他偶然读到的关于哲学的小故事。他说，东方有一名新晋登基的君主，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知识与智慧，于是派遣全国的贤者去世界各地寻求一些能够囊括了世界全部知识与智慧的书籍。20年后，这些贤者用驼队带回了5000册典籍。他们对国王说，人类所有的历史与智慧都凝聚在这5000册典籍中，阅读完它们就能得到人类至高无上的智慧。但是国王忙于国事，他没有精力去阅读如此数目庞大的书籍，他就让贤者们对这些书籍进行精炼。15年之后，贤者们带回了500册典籍。他们对国王说，阅读完这500册典籍便能尽知天下智慧。但是500册对于国王来说还是有一点多。又过了10年，贤者们带着50册书回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国王已经垂垂老矣，他没有精力再阅读50本书了。于是他向贤者们下令，要求他们寻找1本书囊括所有人类的智慧。5年之后，老迈不堪的贤者们终于带回了国王要求的唯一一册囊括了人类所有智慧的典籍。但是这个时候国王已经行将就木，他已经没有办法，他连这1本书也没有办法读了。我也想要找到这样一本书，它能一劳永逸地解答一切困扰我的疑问，让我得以在消除一切困惑之后放手去构建自己的生活模式。于是我一步接一步地阅读各种著作，从古典哲学家读到现代哲学家，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本书。但是我发现自己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就是我永远无法找到这样的一本书。那他就是在无法找到这个结论之后，他又有一个想法，说他自己去创造这样的一本书。于是他到处去阅读典籍，搜集知识，他想要自己写一本囊括了所有知识的书籍。但最后也发现这是很难的，这是不可能的。人类的自私让他们不愿意接受生活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当他们不幸地发现自己再也不能通过信仰某种更高的力量令自己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便会竭力构建某些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的价值观念来为生命赋予意义。古往今来的智者们在这些价值观中选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3种：真、美和善。在作者看来，真在这3种价值中获得一席之地，是因为修辞的关系。人们为真理赋予了许多伦理学上的品质，比如说勇气、荣誉、独立的精神，但事实上这些与真理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就像山顶的制高点，当人攀登到山的最高处的时候，会发现除了下山无事可做，绝对的完美是无趣的，这正是生命中最大的讽刺之一。美是基于每一代人特定的需求而相对存在的，所以没有绝对适用于每一个时代的美。如此，似乎真和美都不具有内在价值了。那么善是什么？作者在探讨善之前，先探讨了爱。由爱这个字眼增发的联想会为它增添一种情感，让它比单纯的爱更加激动人心。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并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爱的能力。生命中最大的厄运莫过于你爱着的人不再爱你，而任何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善与美不同，它即使到达极致也不会令人感到厌倦，而善又比爱伟大，因为时间并不会让它褪去光彩。最后用雷昂修士的话为本书作结：生命之美无外乎恪尽本分，顺应天性而已。那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其实有朋友问我，你每天都看书吗？每天看多久？其实在这一期视频，在这本书之前，我已经20多天没有看过书。阅读应该是愉悦的嘛。其实
光是阅读，任何与兴趣爱好有关的事情应该都是愉悦的，所以时间不够或者不是很想看的时候，我也不会看。而且阅读并不是要得到什么，就像我打游戏也不会要求从游戏中学到什么一样，反正开心就好吧。之前看过一句话，是因为喜欢可迎万难，而不是迎着万难去喜欢。希望大家都能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喜欢的人事物吧。